第89章月黑风高。漆黑的夜空之上，银月高悬，淡淡的月光为大地披上了一层银纱，看上去分外神秘。在经过白日的喧哗之后，深夜的乌坦城也是陷入了一片黑暗与寂静。一些街道上的房屋中，偶尔会传出男人的喘息声以及女人的压抑呻吟。萧家后院的房间内，少年正仰面躺在床榻之上，与夜空同色的漆黑眸子此时却是寒芒乔长。老师，你现在的这种状态，实力底线是多少？再次沉默了半晌，萧炎忽然轻声询问道。怎么？手指上的漆黑戒指中传出一句随意的反问声，片刻后药老含糊的道，虽然现在只是灵魂状态，不过凭借着异火对付一些大斗师或者斗灵这些小杂鱼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闻言，萧炎脸庞微喜，眼中却是掠过一抹寒意。你想去杀了白天那小子？见到萧炎这模样，药老略微有些诧异地问道。加列奥还值不得我这么大费心。萧炎笑了笑，淡淡的轻声道，2月时间快要到了，我有点失去和加列家族继续耗下去的耐心了，所以我想偷偷的把那叫柳溪的炼药师给解决了。只要那炼药师一死，没有疗伤药来源的加列家族就将会失去仅余的一点市场，到时候就算家族还能生存，那也将会势力骤降，从此再难对萧家造成威胁。真是因为失去耐心了吗？以你的性子，可不像是浮躁的人啊。沉默了一下，戒指之中传出药老的戏谑声，看来你对那位叫做轩儿的妮子还真的很在意啊。那家伙不过是表现得下流了一些，你便是记恨下了心，还真是一个爱吃醋的小孩子啊。闻言，萧炎脸皮微微一烫，被揭穿了心底所想，他顿时有些恼羞成怒。我时间本来就不多了，哪能陪他们一直玩下去？就算今天没遇见那家伙，我也会开始用些别的手段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不关那妮子的事。瞧着萧炎这模样，药老大笑了几声，笑声中的戏谑让得萧炎无奈地翻着白眼。既然想动手，那便动身吧，我是灵魂状态，所以还要借你的手。停止了取笑，药老笑道，急忙点了点头。萧炎飞快地跃下床榻，从怀中掏出暗红色的那戒，然后取出一套早已经准备好的漆黑大斗篷，极其熟练地套在身上，顿时身材单薄的少年便是化成了臃肿的神秘黑袍人。走吧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来控制你的身体就好，有我的灵魂包裹，你也不用担心被人从气息中分辨出身份。见到萧炎准备完毕，药老笑着提醒了一声。点了点头，萧炎轻手轻脚地行至窗边，犹如做贼一般的四处望了望，这才机身跳了出去，身形在半空急落而下，一股莫名的强大力量从手指上的戒指中传了出来。莫名的力量迅速地包裹了萧炎全身，顿时急降的身形竟然便是突兀地悬浮在了半空之上，脚掌在一处房顶之上轻轻一点，漆黑的身形宛如一头隐藏在黑暗中的鹰鹫，悄无声息地掠出了萧家，最后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之中。月黑风高夜，杀人好时机。加列家族，柳席先生真的还能炼制别的丹药？灯火通明的大厅之中，本来心情极度阴沉的加列毕听得面前柳席的得意声音，先是一怔，紧接着大喜问道。非常满意加列毕这副惊喜的模样，柳席端起身旁茶杯喝了一口，脸庞上的表情颇为自傲。除了疗伤药之外，我还能炼制一种极其适合佣兵需要的丹药，丹药名为蓄力丸，能够在短时间内让的服用此药之人增加约有1成左右的力量。闻言，加列毕脸上的喜意更是甚了几分。如果真的能够炼制出这种药效如此特别的丹药，那加列家族便能借此为广告，然后拉回不少的人气，最后说不定还能再次压下萧家。不过这种蓄力丸并不能如同疗伤药一般的大规模炼制，按我的实力，恐怕一天顶多只能炼制20粒左右。柳溪有些惋惜的道。20粒就20粒，我们可以弄出类似拍卖会的形式，价高者得嘛。反正疗伤药才是主道，我们只是依靠这东西拉回人气。加列毕摆了摆手，笑道。嘿，加列族长，这蓄力丸我的确能够炼制，不过按照我们的约定，
我似乎只负责炼制疗伤药吧。见到蓄力丸勾起了加列币的念头，柳席却是眼珠一转，忽然笑道，脸庞微微一变，老奸巨猾的加列币如何不知道这家伙在打什么主意？不过到了这种时候，他也只得干笑着问道，那柳席先生的意思？哼，放心，我知道加列家族现在的状况，所以不会再狮子大张口。望着松了一口气的加列币，柳席眼瞳中掠过一抹淫笑，在下只是想请加列族长帮忙把那位叫做萧薰儿的女孩给我弄过来。脸庞上的笑意还未露出来，便是骤然僵硬。加列币眼角一阵抽搐，他没想到这色胆包天的家伙竟然直接把念头打到萧家头上去了。柳席先生，如果我们加列家族动了萧家的人，那萧战就有借口对我们加列家族正面宣战，到时候恐怕就不再是这种经济上的对决，而是要真正的拔刀相向了。叹了一口气，加列币苦笑道，手指弹了弹桌子。柳席嘿嘿道，这些不是我思考的问题，不管族长是打算硬抢也好，下药迷魂拖走也罢，我只要结果，只要族长能把他弄过来，我随时开工炼制蓄力丸。眼角再次急促地跳了跳，即使加列币怒意大盛，可他也只得强笑道，能否让我想想，明日再给先生答复可好？嘿嘿，也好，那族长便想想吧。走前多嘴一句，其实现在的加列家族与萧家本来就已经势同水火，又何必再怕多这么一桩恩怨？阴声笑了笑，柳席站起身来，拍拍屁股，大摇大摆地走出大厅，然后对着后院自己的房间快步行去。今天被那位犹如青莲般脱俗的少女逗起了心中欲火，现在的他很想赶快找一位年轻貌美的侍女消消火。望着消失在转角处的柳席，加列币阴沉着脸庞，半晌后方才长吐了一口气，森然道，这头满脑子都是女人的王八蛋，迟早要死在女人身上。后院的一处房间之中，萧炎有些无奈地望着那被打昏在床榻之上的俏丽女子，女子身上只披了一件单薄的玉纱，诱人的雪白春光泄露了大片。那家伙回来了。戒指之中药老的轻声让得萧炎飞快地缩进一处隐蔽角落，眼睛透过细小的缝隙将房间内的一切收入眼中。嘎吱，木门被缓缓推开，柳席那招牌式的淫笑声顿时在房间中响起，哈哈，宝贝，我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准备接受摧残吧。真是个被精虫填满大脑的白痴，药老，准备动手吧。冷笑着摇了摇头，萧炎在心中出声道，好，等等，有变故。好字还未说完，药老的急喝声让得萧炎心头猛然一紧，额头上被药老的喝声吓出了一抹冷汗。萧炎身体立在原地，动也不敢动。左边。心中药老的轻声再次传出，听着提醒声，萧炎缓缓地扭转脑袋，将目光投向房间左边的窗口之处，眼瞳骤然一缩。那原本紧闭的窗口已经不知何时打开，淡淡的月光挥洒而尽。那在眨眼之前还空空荡荡的窗户边缘，此刻一位身着金色裙袍的少女却是诡异地坐立其上。金色裙袍之下，一对如玉般圆润雪白的小腿在半空中划起诱人弧线，月光洒尽，照在少女那张精致的小脸上，宛如月光中的女神一般绚丽而神秘。望着那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处的少女，萧炎忽然感到喉咙有些发涩，心中近乎呻吟般的呢喃出了一个名字，薰儿。